你有没有发现，一个时代的崩塌往往不是在喧闹中开始的，而是在安静的午后，某些指标默默改变了方向。就像08年金融海啸爆发前的那几个月，所有人都还在谈房价永远不会跌，所有数据看起来都在高歌猛进。可市场的崩盘从来不是一夜之间的意外，而是早在那之前，系统早就埋下了太多看不见的漏洞。一个朋友早年做房地产，那时候利率低，信贷松，大家抢着买房。他说，只要地皮一入手，第二天报价就有人翻倍。可你知道最危险的时刻是什么吗？不是没人买，而是大家都抢着买。因为那代表资金的理性已经被情绪吞噬。那几年他赚了不少，但最后一场金融风暴几乎把他所有的现金流都卷走。他说那一刻他终于懂了，不是他输给了市场，而是输给了太容易赚钱的那几年。听起来像个故事，其实是循环。每个时代都有一个让人上瘾的幻觉，这次不一样。每当你听见这句话，危险已经在逼近。70年代是石油，90年代是互联网泡沫，2010年代是房产与科技股，2020年代呢？是流动性幻觉。疫情3年，全球央行放出近30万亿美元的流动性，看似是救市，实则是把时间买了回来，却也把泡沫推到了更高。你以为钱变多了？不，钱只是更集中地流向了少数人。统计数据显示，全球1%的人掌握着接近一半的财富，而底层90%的人只能分到10%的经济增长。为什么你努力工作，物价却越来越贵，房子越来越买不起？因为通胀不是数字游戏，而是财富转移。过去5年，资产价格涨了2倍，但工资涨幅呢？不到10%。你在追赶一个永远跑得比你快的系统。而最讽刺的是，很多人仍然沉迷在投资致富的幻觉中，以为只要跟对风口，买对股票，押对币，就能实现阶级跃升。可现实是，绝大多数人赚到的钱，只是那1%的人给你的一点幻觉红利。当潮水退去，那些靠情绪支撑的资产，会比你想的还快崩塌。这让我想到一个问题：真正的财富到底是什么？是资产？是现金？还是一种不被恐惧支配的能力？很多人以为自己在理财，其实只是被市场牵着鼻子走。涨的时候怕错过，跌的时候怕亏光，从头到尾都没掌握主动权。稻盛和夫讲过一句很刺耳的话：没有方向的努力，只是忙碌的绝望。这句话放在投资世界太贴切了。你看那些长期稳健的富人，他们不追热点，不猜短期走势，他们只做一件事：理解结构，判断周期，掌握节奏。就像冲浪者，他们知道浪什么时候来，也知道什么时候该退。那我们普通人怎么办？有人说，那我买 ETF 总行吧？买大盘，定投，长期拿。听起来合理，但问题在于，你真的知道你在买什么吗？过去3年，美股涨了2倍，可有一半的涨幅来自5家公司：苹果、微软、谷歌、亚马逊、英伟达。换句话说，你不是在压美国经济，你是在压人工智能的未来。AI 不是科技革命，是一场算力战争。谁能掌握芯片，谁就能掌握未来。可问题是，5兆的估值真的合理吗？没人敢说不合理，因为所有人都在里面。而市场最危险的状态，就是没人敢说真话。这就像你去赌场，看着一桌人疯狂下注，你明知道赔率不对，却也会被那种热的气氛感染。投资市场本质上就是情绪的赌场。聪明人输在贪婪，理智人输在迟疑。而赢家永远是那些能在别人最兴奋时冷静转身的人。你以为他们天生理智？不是，他们只是学会了一个原则：
不要让市场决定你的情绪。真正的高手看似慢，其实快。他们不追求短期爆发，而是在长周期里寻找结构性安全。就像稻盛和夫说的，成功的关键是在平凡中积累非凡。只是这句话太容易被误解，大家以为是鸡汤，其实是生存法则。我认识一个台湾朋友，10年前在电子代工厂做工程师，薪水不高，每月定投0050。别人笑他太保守，说时代变了，要玩高杠杆。可10年后，那些玩币圈的早就爆仓，他却靠那笔慢慢积累的资金，在台北买了2间房。他说：“我没赢谁，只是我没急。”没急这2个字在今天是多么难！你身边每一个广告，每一条推播都在告诉你，快一点，再快一点。但真正的财富不属于最快的人，而属于能等的人。这世界最贵的成本不是本金，而是你的冲动。市场永远在考验人性，而不是知识。人为什么总被财富幻觉困住？因为人类的天性永远高估自己能赢的概率。心理学上有个词叫控制幻觉，当一个人觉得自己能掌控某件事时，就会高估成功的几率。赌场靠这个原理让人沉迷，股市也一样。你以为自己在做选择，其实是被系统在设计信号。还记得2021年的美股狂潮吗？一堆年轻人冲进市场， Robinhood 开户量暴增， GameStop、AMC、特斯拉的股价天天在飙。他们以为自己在反抗华尔街，在打一场散户的革命。结果呢？1年后，90%的账户亏损，60%的仓位被强平。为什么？因为情绪战胜了逻辑。这世界最强的力量不是知识，而是情绪的传染。当你看到别人赚大钱时，你不会想他承担了什么风险，你只会想我是不是错过了机会。这就是人性。恐惧让你退，贪婪让你进。市场就靠这2个按钮在反复收割。你以为聪明人能幸免？不，聪明人输得更惨，因为他们太相信自己能控制风险。有一次我在新加坡听一个基金经理演讲，他说最大的错觉就是以为自己懂市场。他说自己在牛市中赚了5倍，结果在崩盘那1年损失掉了70%。我不是输在判断，而是输在情绪。那一刻他才明白，市场不会奖励理性，只会惩罚傲慢。听到这里，有人可能会说，那是不是干脆别投资了？不是，投资不是去战胜市场，而是去理解自己。大多数人亏钱，不是因为选错标的，而是因为没有策略，没计划，没耐心，没底线。涨一点就想追，跌一点就慌忙逃。说白了，不是市场波动太大，而是你心里波动太大。你看那些真正赚钱的人，他们从不急，他们不看短线 K 线，不去预测明天的走势，他们只问自己3个问题：第一，这家公司10年后还在不在？第二，我能不能承受它短期跌50%的痛？第三，我买它是为了信念，还是为了侥幸？如果3个问题都答不出来，那就说明你不是在投资，是在赌博。而市场最不缺的就是赌徒。那你可能会问，为什么赌徒永远多过赢家？因为赌徒要的是快感，赢家要的是复利。赌徒靠情绪，赢家靠纪律。赌徒想赢一局，赢家只想赢一生。复利的可怕不在于收益高，而在于他不停的工作。爱因斯坦说，复利是世界第8大奇迹，懂的人赚，不懂的人富。这句话看似陈腔滥调，但99%的人都没真正理解过。你去看任何一个稳定致富的人，他的人生都有一个共同点，他懂得延迟满足。
延迟满足听起来简单，但它是人性中最难的一课。你现在就想吃甜的、花钱、享乐、炫耀，而延迟满足要求你把所有即时快感都压住，换未来的确定成长。这对现代人来说几乎是反人性的。可偏偏这就是财富的密码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拿台湾的数据来说，根据金管会的统计，2024年台湾有超过 70% 的散户投资周期不到1年，平均持股时间只有不到4个月。但反观那些真正高净值的人，他们的投资平均持有时间是5年以上。为什么？因为时间是唯一能把波动变成利润的力量。市场在考验的不是智商，而是心性。聪明人想要赢得漂亮，耐心的人只想活得长久。说到这里，我想到一件事。2015年，有个朋友投了比特币，那时候一枚才400美元，他买了100枚，1年后涨到1000，他卖了一半，觉得赚够了。然后2017年飙到2万，他回到想吐。再后来2021年涨到6万，他痛哭，如果我当初没卖。可你知道吗？那100枚如果他全留到今天，就算经历几轮暴跌，仍然值超过400万美金。他后来跟我说了一句话，我永远记得，不是我没选对，而是我没熬够。这就是现实。投资世界不缺眼光，缺的是熬的能力。很多人以为赚大钱靠天赋，其实靠的是能熬住寂寞。市场不是考谁最聪明，而是看谁最能忍。你有没有发现一个怪现象？每次市场暴涨的时候，媒体永远最乐观；每次暴跌的时候，新闻标题全是危机、崩盘、末日。结果大家都在高点进场，低点恐慌出逃。这不是巧合，这是算法。社群媒体早就成了新的市场导演，他不在乎真相，只在乎情绪能不能扩散。算法最爱的是什么？不是理性，是极端。于是你一刷到别人赚钱，你心跳加速；一看到暴跌，你立刻焦虑。所有人都在被刺激，没人在思考。你以为你在观察市场，其实你是在被市场观察。你的点击、停留、滑动时间早就被模型记录。它精准知道你怕亏、怕错过、怕落后。于是每一个推播，每一则短影片都在勾你的情绪，让你做出最可预测的错误。这就是现代市场的真相。你以为自己在投资，其实你是在被投资。很多人问，那有没有办法跳出这种操控？有，但前提是你要先安静。越焦虑的时代，越需要慢思考。慢思考不是拖延，而是延迟反应。别人冲动时，你先看全局；别人情绪化时，你先数数字。举个例子，2022年，美联储开始暴力升息，全球市场一片恐慌，所有人都喊着现金为王。结果2023年下半年，美股全线翻倍。为什么？因为市场已经提前反映了最坏的情况。真正的机会从来不是在确定时出现的，而是在恐惧时酝酿的。但多数人忍不住，他们需要立刻的确定感。于是只要看到绿色就冲进去，看到红色就逃出来。这就是人类大脑的默认模式。厌恶损失，放大恐惧，追求及时回报。你知道散户亏钱率为什么那么高吗？因为他们根本不是在跟市场斗，而是在跟自己的脑斗。市场永远有风险，但真正让人破产的是自控力的崩溃。
所以啊，真正的赢家不是赚最多的那群人，而是最少犯错的那群人。亏一次可以挽回，但亏在人性，那就回不来了。我认识一个在台中开五金行的大哥，平常最爱看财经新闻。他告诉我，自己10年前第一次买台积电是看电视上分析师推荐的，那时候股价才80块，后来涨到120，他卖了。他说那时他怕跌，结果卖完2个月就涨到150，然后他又忍不住追进去，结果遇到大回调，又赔20%。那一年他才明白，我根本不是输在股票，而是输在那台电视。他笑着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我却觉得心酸，因为太多普通人都是这样，他们没错，只是被卷进了一个信息操控的时代。媒体喊多，你怕错过；媒体喊空，你怕亏光。最后你既没赚到钱，也没学到东西，那该怎么办？要去造。第一步，戒掉那些只刺激情绪、不提供逻辑的资讯源。第二步，把注意力从别人怎么想转回自己为什么做。第三步，建立自己的经济信仰系统。什么叫信仰系统？就是你知道自己为什么买，为什么拿，什么时候卖。即使市场崩了，你也能解释自己的选择。只要能解释，就不会恐惧。就像稻盛和夫说的，人活着要有轴心。没轴心的人随时被环境推着走，有轴心的人再大的风浪也能稳住心。我一直觉得投资跟人生一样，最怕的不是输，而是没方向。没方向的人赚的钱也会乱花，做的决定也会乱飘。今天觉得股市有机会，明天又想买币。今天说要长期投资，明天被一条新闻吓得清仓。这种人不是被市场淘汰，而是被焦虑吞噬。焦虑是现代社会最贵的成本，它让你错过低谷，让你高价接盘，让你夜里睡不着。有时候我在咖啡馆看着那些盯着手机 K 线的人，就会想，我们这一代人其实早就不缺赚钱的方法，我们缺的是稳住的能力。会不会其实我们都太急着证明自己能赢，却忘了财富不是一场竞赛，而是一场活得久的修行。很多人问我怎样才能真正的有钱，我总是说别先想赚，而是先学守。赚是短期能力，守是长期智慧。你看那些突然暴富的人，中了乐透的，炒房翻倍的，币圈暴赚的，10年后还守得住财富的几乎没有，因为他们没建立系统，只建立了侥幸。财富真正的根不在于行情，而在于结构。你没有现金流支撑的投资，就像没地基的高楼，看起来壮观，风一吹就倒。所以我常说，现金流不是让你变富的，而是让你活下去的。你可能没意识到，真正能决定人生自由的不是存款的数额，而是你在睡觉时还有没有收入进来。那天我和一个台北的老企业家聊天，他已经70岁了。我问他，这么多年来学到最重要的理财观念是什么？他笑着说，钱要有分工。我愣了一下。他说，有些钱是拿来赚钱的，有些钱是拿来防守的，有些钱是拿来心安的。这句话听起来像老派智慧，但越想越有味道。你现在手上所有的钱都是士兵，如果你让全部士兵冲锋，没有留下守城的，那你迟早会全军覆没。聪明的人一定会先守住安全线，所以他把资产分成3层。第一层是生存钱，放在流动性最高、风险最低的地方，银行、定存、保单、现金。第二层是成长钱，去买能长期增值的资产，股权、房地产、基金。第三层是机会钱，就是拿来布局未来的新创、科技、AI、绿能。比例不是死的，但顺序不能乱。我问他，那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加码？他说，
当别人害怕的时候。我笑了，巴菲特那套。他摇头，不是学他，是理解周期。他说，每一次市场恐慌都是财富转移的瞬间。你能不能冷静判断，不是看你有没有勇气，而是看你有没有底气。有现金流的人永远敢在恐慌中抄底，没有现金流的人只能在暴涨时冲进去。那你说，这世界是不是永远不公平？不是不公平，是节奏不同。有系统的人赚周期的钱，没系统的人赚情绪的钱。情绪的钱来得快，走得更快。周期的钱慢，却能积成财富。你看，很多人都在谈赚钱，但很少人谈周期。其实周期才是真正的老师。2008年金融海啸，很多人破产。2015年中国股灾，散户全军覆没。2022年升息风暴，科技股腰斩。可每一次的末日之后，都有人重新崛起。区别在哪？不是运气，而是准备。真正的投资者不是预测未来，而是为未来的任何情况做好准备。这才叫策略。市场不奖励聪明人，只奖励有耐心的人。而耐心是现金留给你的自由。你看那种真正的有钱人，他们每天都很平静，不是因为他们赚最多，而是因为他们怕最少。他们知道，就算市场全崩，他们还有房租，还有股息，还有利息进账。他们不会因为新闻标题心跳加快，因为他们的系统能替他们呼吸。你要知道，财富自由不是拥有很多钱，而是拥有不慌的权利。那种感觉不是数字的，而是心理的。但很多人搞反了，他们追求数字自由，却越赚越焦虑，因为他们没有系统意识。系统意识是什么？就是你知道钱从哪里进，到哪里出，能不能持续。你不靠一场暴利，而是靠结构稳定的积累。你赚100万没意义，除非你知道那100万之后能再生钱。这才叫系统。你知道最聪明的富人做什么吗？他们不追涨，不赌未来，他们只问，这笔钱能不能帮我产生新的现金流？他们投资公司是为了股息，买房地产是为了租金，持有股票是为了长期价值，连花钱也在买能增值的生活。我看过太多人拼命赚钱，却越过越累，因为他们赚的是短命的钱。那种钱像烟火，亮得快，灭得也快。而真正懂得财富的人，他们赚的是系统的钱。那种钱像阳光，每天不多，但永远都在。我越来越觉得，财富这件事，说到底，考的不是眼光，而是心性。你赚多少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能不能在波动中稳得住。就像一场长跑，起点的速度没意义，谁能不摔倒走到终点，谁就赢。太多人一辈子都在追着快，今天想翻身，明天想自由，下个月想退休。他们买书、上课、刷视频、跟单、跟风，可最后忙了一圈，只换了一个结果，更焦虑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们一直在追外面的世界，却从没整理过内在的秩序。你问他们为什么要赚钱，他们说想要自由。你再问自由是什么，他们说不想被钱绑住。可笑的是，他们越想不被钱绑，越被钱牵着走。真正的自由不是口袋满了，而是心里稳了。不是你有多少收入，而是你有没有选择不动的底气。你看那些真正有智慧的富人，他们的生活反而简单。他们不急着换车，不追热点，不跟潮流。他们的钱是工具，他们的心是方向。我见过最厉害的一类人，不是年入100万、开公司、炒股翻倍的人，
而是那种无论市场大跌、景气萧条，他都能睡得着觉，因为他的心从来不靠行情稳定。有一次我在台北信义区喝咖啡，隔壁桌一个老先生在看报。那时台股刚经历一轮大跌，年轻人都在骂政府、骂央行，只有那位老先生淡淡地说了一句：跌也没什么，少赚几年罢了。那句话我到现在都记得，因为那是一种经历过风浪才有的轻描淡写。他不是无所谓，而是早就练过书。很多人只学过怎么赢，没人教你怎么输得起。可偏偏市场最常让你练的就是如何接受亏。真正成熟的投资者都有一种奇怪的气质，他们对赚钱的执念没那么强，对亏损的恐惧也没那么深，因为他们明白财富的流动本来就是呼吸，吸气是赚，呼气是亏，只要你没窒息，就还有机会再呼吸。所以他们不会被短期涨跌绑架，而是关注自己的节奏。节奏这件事很神奇，它不是技术，是自知。你知道自己的风险承受度，知道自己的生活成本，知道什么时候该动，什么时候该等。这时候你就会发现，市场其实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你根本不了解自己。说穿了，理财不是对抗市场，而是认识人性。认识市场的人最多赚一阵子，认识人性的人能稳一辈子。这就是为什么我总说理财是人生的镜子，它照出你的贪婪，也照出你的恐惧，照出你的耐心，也照出你的混乱。你越清楚自己是谁，钱越不容易背叛你。我们这一代人很辛苦，房价贵，薪资低，信息焦虑，物价飞天。但也别忘了，我们是历史上最有工具的一代。你可以随时投资全球，可以学习任何知识，你缺的从来不是机会，而是秩序。真正让人破产的不是通膨，也不是升息，是那种看似在努力，其实在逃避的生活方式。逃避面对自己的盲点，逃避承认自己的贪婪，逃避时间的耐心。你想要自由，那就先练习慢，练习慢慢赚钱，慢慢思考，慢慢变好。别小看那种没什么波澜的积累，那是最有力量的成长。稻盛和夫说过一句话：持续的力量是宇宙中最伟大的能量。当你理解这句话，你就不会急着赢，你会开始珍惜每一次反省，每一个小进步，每一次稳住情绪的瞬间，因为那都是复利的种子。世界上最可靠的财富不是存在银行的，而是存在你心里的。当你能控制冲动，看清周期，稳住心性，那一刻你其实已经财务自由了。不是因为你有多少钱，而是因为钱已经不能控制你。关注我，我是财之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